Puerto Rico. Esta bomba yo la dedico a toda mi gente de Puerto Rico, a la familia Fontanet, allá en Cupe Alto y Lo Mejía en Vega Baja. ¡Que gocen! ¡Sí! Bomba, bomba, para siempre. Bomba, bomba está presente, aquí lo canta mi gente. Bomba, bomba, para siempre. Baila, baila y goza, mi bomba puertorriqueña. Bo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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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 siempre. Yo te traigo esta bomba puertorriqueña. Yo te la traigo de Cupey, de Vega Baja y de Santurce, de todas partes de Puerto Rico. Esta bomba yo la dedico a toda mi gente de Puerto Rico, a la familia Fontanet, allá en Cupe Alto y Lo Mejía en Vega Baja. ¡Que gocen! ¡Sí! Bomba, bomba, para siempre. Bomba, bomba está presente, aquí lo canta mi gente. Bomba, bomba, para siempre. Baila, baila y goza, mi bomba puertorriqueña. Bo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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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 siempre. Yo te traigo esta bomba puertorriqueña. Yo te la traigo de Cupey, de Vega Baja y de Santurce, de todas partes de Puerto Rico. Esta bomba yo la dedico a toda mi gente de Puerto Rico, a la familia Fontanet, allá en Cupe Alto y Lo Mejía en Vega Baja. ¡Que gocen! ¡Sí! Bomba, bomba, para siempre. Bomba, bomba está presente, aquí lo canta mi gente. Bomba, bomba, para siempre. Baila, baila y goza, mi bomba puertorriqueña. Bomba, bomba. 大家好，我是张大哥。那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部从台北来的 R129的300SL 的分油盘回装引擎测试。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分油盘大哥外观都经过喷砂，看起来非常漂亮。那它里面呢，这分油盘里面堵塞的就相当严重了。我们看在大哥机台上面，首先，1分钟全油门，它几乎没有出油啊，那代表说这个分油盘堵塞太严重了。经过大哥拆开整修的时候，发现它膜片根本破掉了，所以它膜片破了之后没有办法产生压力差，所以
6缸里面只有1缸稍微出了一点点油哈。这里说在大哥机的上面应该在220 ml 的1分钟全油门啊，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抹片破损了还有它这个分油盘这个上座因为堵塞太严重了，大哥直接给他换了另外一个大哥拆一个好的分油盘的上盖来给他使用，才能够把这个分油盘的供油量弄正常。它的6只喷油嘴大哥全部都换新了，因为这喷油嘴又那么贵，一只2500到3000块之间，可能市面上6只都还凑不齐。大哥还好有库存，把它用上去了。至于说再来，我们看它这个引擎就伤脑筋了。这个引擎它的缸压就第1缸、第6缸是正常的10 kg/cm 平方以外，2、3、4、5缸压都在6到8，那代表说它这个活塞环受损了。那为什么这部车子的引擎会这么严重呢？其实因为它这个引擎一直在高温状态。那高温状态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大哥发动以后，它温度都在100度以上。那虽然大哥已经把这个水龟里面已经把它做处理了已经把它孔洞都完全加到最大了水温降不下来，还是在100度以上。那这问题就是因为它的水箱堵住了这水箱要换掉。那这水箱要找这水箱可能也蛮困难的。水箱倒是没漏水，那就是堵塞了。所以这部车子很苦命再来它气缸盖因为高温，那气缸盖都硬化了气缸盖漏油相当严重。那因为它是双凸轮轴的，所以它火星塞都在前面，都在中间。我们看到这个火星塞都淹在油里面，机油里面，那就是因为高温造成这么多的问题。引擎也受损了。那再来活塞那个气缸盖垫片都硬化了。硬化之后呢，把火星塞都浸在油里面。大哥已经把它火星塞换掉了换掉之后，把那个气缸孔里面全部都把它擦干净，把里面的机油它完全淹在应该怎么说淹水，它是淹油了，油淹在里头大哥把它擦干净之后，火星塞把它换上去，勉强还可以使用。但是呢，这个气缸头的垫片这个是一定要换的。否则到时候开不了多久，它机油又渗到火星塞里面，到时候又造成火星塞不良。那因为高温又造成它的分键盘也坏了，打火头也坏了。那因为这 M104的引擎的零件很难找，而且又特别贵，因为难找的东西都特别贵。因为大哥都有库存本来最后一个库存把它用上去了。这分键盘盖，我们看到分键盘盖是新的里面打火头也是新的。分键盘盖跟那分键盘完全，因为它每颗都有电阻，都已经断路了，所以花了一笔钱，分键盘盖跟打火头都换了，都换新的。高压线它高压线也都老化了，因为高温。因为照理说应该都在1K 到2K 之间的电阻，它几乎都在5K 到10K 第6缸我记得是10K 吧。那火花都会变小，至少还堪用。那应该这个线大哥已经找不到，我市面上找不到库存了，我只要把我的备用的跟它原来可用的把它凑成，把它凑齐，至少让它可以工作。但是呢，火花稍微小了一点。但是因为分键盘整个都是新的，点火的火花大小还 OK，所以这部车就是因为高温造成这么多的问题，汽油帮补汽油帮补也坏掉了，然后因为它这个是2颗的汽油帮补大哥也把它换掉了，那蓄压器呢也漏油，所以这个
就是一笔开支啊。气压器也换了，汽油滤芯换了，汽油泵浦2颗汽油泵浦也换了，所以这零零总总加起来，我这真的要花一笔不少的钱。最重要的大哥试车的结果，第一个，引擎怠速非常稳定发动也没问题，但就是车子完全没有力。没有力的话，造成什么问题呢？起步的时候就不会动，你必须要把冷气关掉，车子才会跑。这个是很伤脑筋的。转速到了1000以上，到了到1000转到1500左右，马力才会出来。这个就是因为2345缸的那个缸压不足，马力变小了。怠速是稳定的，但是马力变小了，变成必须要把冷气关掉，车子才有办法起步的时候车子才有办法动。如果把冷气打开的话那车子就走不了了，这是伤脑筋的。因为这部车是4速的变速箱是4速的4档的，大概这样开起来感觉非常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必须要油门要点放，起步的时候要点放，甚至如果油门踩大，它根本车子不动。到转速到了1000多以后，马力就忽然间出来了。这个就是2345缸所造成的问题。这个问题呢，这部车子开起来感觉非常不好。避震器完全都坏了，前面很容易触地，很容易打到底。其他的，因为大哥没办法开长途，再加上他电池也老化了。虽然说大哥好不容易把它充电了，但是电池也要换。机油也是脏的，机油也是这样的。无论如何，大哥对这部车子的引擎表现非常失望。虽然说怠速稳定，等一下我们看到怠速稳定，但是车子根本跑不动了，因为这个 R129车子又重，应该有2吨左右吧。你看它车子小小的，但是呢，它车子是非常重的，感觉上不会比 W126还轻因为当时这个 R129用的那个钣金跟底盘很扎实的。无论如何，来，我们现在到车子里面来发动。内装是还好，但是所有的配件都需要整理。伤脑筋这部129真的是大哥所看到最糟糕的一部129了。大哥来红火这个电池虽然说有充了一点电，但是应该还可以启动吧。大哥来红火来看看，哇，11.2，电压就11.2左右了。无论如何，大哥来发动。现在100度，现在温度是100度。大哥来发动，因为大哥刚试车回来。好，发动。目前大哥是有开冷气状态，怠速就是相当稳定的。温度它水温因为水箱堵住了，水箱要更换。这温度我们现在看到是100度，这水温是100度。油表油量表，油量浮筒也坏了。大哥加油站加了将近快1000块钱的油，但是呢，油量表还是亮灯的。这个油量浮筒在软棚里面必须要把那个硬顶打开因为它现在是装硬顶打开才能够换到油箱浮筒。如果这样空吹都还很正常，
稍微油门刚踩就迟钝着，但是它会上来。转速倒是空吹是可以，但是呢，在实际上路上跑的时候开冷气，停下来要起步，就踩油门没有反应，必须要把冷气关掉，这是伤脑筋的，这是引擎的问题，引擎缸压失缸压所造成。好，我们到外面来。我大哥把冷气关掉，才不会太吵。我们看到，上面有2个表哈，在大数马达工作均压也正常，另外一个是差压把。差压把流量感测器流量感测器换新了，磨损之后换新之后电压也正常。那我们看到它这个回流表流量表回流量汽油从这边进来，从这边出去，它的流量1分钟要在2公升以上。因为我们汽油泵浦2颗是换新的，所以我们看到小数点是2.8，2.8代表1分钟流回油箱是2.8公升。已经是属于高标准的，代表说油箱也没有堵塞这个是车子唯一优点，就是油箱没有堵塞。我们来，大哥来换个打火机。今天风很大，我不能放外面，我放在里面好了。放在里面这个位置，才不会有风吹很稳定的，怠速很稳定没有问题怠速很稳定但是车子就是没力真的伤脑筋了。这个引擎呢要换掉了，不晓得它应该是美规的吧？如果是美规的话，那可能就应该换一颗引擎。如果说要整修这个104是划不来的。如果是美规的话，肯定就换一颗引擎比较快。好，我们再到车上来。这部车的唯一的优点就是冷气有够凉，没问题，冷气好。但是因为冷气好的时候呢，那个引擎的负担就重了，车子在跑的时候就跑不动了。整个引擎运转很顺畅，就是没烂，车子就是没力，而且水温很容易抓到100度，现在就是100了，照正常现在应该引擎盖打开，引擎盖打开应该是80左右。但这个问题呢，大哥把水柜都已经把它开孔了，还是没办法，那是水箱，这水箱也堵塞了，要换掉了。好，大哥来关掉引擎，重新启动。水温100度，启动还是很正常的。那因为它这个129它每次启动一定会把冷气打开，除非你把它关掉。它一起像我大哥现在关掉了，把引擎关掉，把冷气关掉了再来一启动，冷气又开了。它一启动一定是开冷气的。这个129曾经有车主问过我是不是这样，没错，肯定。而且这是3度 C 这部车是美规还是欧规温度计是摄氏这里有这里可以改。这部车129应该是美规吧？这引擎要换掉了。内装看下来都还没有破损。
里程表是14万，但是很可惜，这引擎就被前一个车主开坏了，水温高，然后也没有去注意，没有办法处理，然后把引擎弄坏了。唉，车不车的车主啊，还要再花一笔钱把那个引擎把它换掉。那在换引擎之前要确定是缸压是好的，否则就是很痛苦了。空吹都很好，但是呢反应比较慢。大哥油门一踩的时候它没有反应，但是慢慢上来，就慢个0.几秒。但是车子跑的时候更明显，车子根本跑不动。好，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Bomba, bomba está presente, aquí lo canta mi gente. Bomba, bomba,